明媚春日，小宝带着222个师弟妹在逍遥谷忙里忙外，临行前的重担全压在了他一人肩上。向宗门提交的申请由透视去人间寻找修炼材料，但峰回殿办理手续的3代弟子们，看他们的眼神却像看街边的乞丐般令人作呕。一个3角眼少年双臂环抱，满嘴嘲讽他们白痴宗门饭。云桥和云瑶气不过，当场拿天人期大修士的师傅压他。赵萧更是怒斥他在此当记录员受了气，就拿他们这帮小辈找心理平衡。3角眼恼羞成怒，刚祭出绿色飞剑，想要教训赵萧，却见大殿内锵锵连声222个练气期的小修士齐刷刷拔出低阶道气飞剑，怒发冲冠的对准了他。没有一个人面对结丹后期的威压而退缩，所有人身上都透着一股不要命的虎劲儿。面对这不死不休的架势，3角眼顿时僵在原地，进退两难。小宝适时的打了个圆场，大家都是自己人，这位师伯还请快些办理手续，不然我们只能向上反映了。3角眼愤愤不平的抱怨他们占着好地盘，甚至口不择言地大骂宗门里讲礼仪伦常的老家伙。小宝故作惊讶的惊呼出声，吓得3角眼出了一身冷汗，连忙捂住他的嘴，软下了求饶。办完手续，小宝连看都懒得多看这种小人一眼，带着众人扬长而去。次日清晨，众人封闭了山神谷大门，背起行囊，踏上了世俗凡间的征途。一人一件一白衣，全靠2条腿赶路。无论烈日当空还是狂风骤雨，他们咬牙硬挺，绝不开口向天上那些飞行的同门求助。天上那些前辈高人动辄降下身段盘查显摆，眼神高高在上。小宝他们宁可肉体受苦，也不愿再受半个白眼。若是他们那不负责任的师傅肯出面，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这份人情他们死也不欠。长途跋涉下，许多师弟妹脚走肿了，带的口粮也见了底。昔日优雅的修士，如今个个蓬头垢面。小宝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天无绝人之路，穿梭树林时，他们巧遇一对运送物资的外门弟子。小宝放低姿态上前求援，那领队的40多岁老者见他们沦落至此，心生同情，不仅分了几十袋粮食，还给了1头牛。两方停下休整，老者以为他们是被逼无奈改投外门的，还热心想帮小宝引荐。小宝摇了摇头，道出实情，我们办了临时出走手续，这次去人间不用法术，只凭凡人武功去打下一片天空。老者大惊失色，直呼他们疯了。人间那块肥肉早就被九华山的名门望族把持，哪容得下外人插手？小宝却冷笑一声，表示只要按规矩来，大不了把那臭师傅的名号拿出来顶一顶。老者见他执意如此，叹息着放弃了劝说，只当他们是走投无路去拼命，便郑重叮嘱道：你们去闯我也不拦，但切记进入人间界，千万别杀人。未经允许不能娶凡人妻子，也不能有损九华山名誉。告别外门小队后，师弟妹们见危机解除，纷纷叫苦连天，不肯再走。小宝只好领着大家在河边软草地上扎营。等小宝规划好接下来的路线，天已经黑了。转头一看，这帮刚才还喊累的家伙正围着篝火牵手唱歌跳舞。云桥嬉笑着打趣云瑶和小萧师兄的婚事，惹得云瑶红着脸直撕他的嘴。一路上互帮互助，这帮年轻人的心思早就活泛起来了。看着他们春心荡漾，小宝连连苦笑。修仙一途本该晚婚保住童子身，可他们这帮人前途渺茫，与其苦行，不如抓住当下的幸福。等过了璀璨年华，怕是什么都没了。只是作为200多人里唯一正值双十年华的大师兄，小宝却只能孤零零的仰望夜空。他深知自己绝不能动情，因为他曾答应过仙儿姐姐，哪怕是死也要努力修炼，绝不辜负他的期望。他用力甩掉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思绪，接过师弟端来的牛肉汤狂吃一通，倒头沉沉睡去。随后的日子走走停停，有了爱情的滋润，再苦的路也变得轻松起来。半个月后，他们终于走出了九华山的山门，踏入了临近宗门的人间领土扬州城。繁华似锦的扬州城外，40丈高的城墙上暗红的血迹诉说着往昔战火的惨烈。小宝带着222名在青山绿水中长大的师弟妹，踏入了这滚滚红尘。初入凡间，面对满街的小贩和喧嚣的叫卖，这群心思单纯的年轻人如同脱缰的野马，满眼新奇，眼看就要原地解散。小宝脸色一沉，发出一声冷哼。师弟妹们登时像老鼠见了猫，闪电般缩回队伍，站得整整齐齐。路边的百姓看着一帮大人竟如此惧怕一个少年，纷纷好奇侧目。小宝深知树大招风，便包下一间酒楼让众人安顿。让他意外的是，这帮看似单纯的师弟妹竟个个精明，刚一落脚便自发散开，打听情报的、筹集银两的、招揽人手的，分工明确，早把他这个大师兄给彻底架空了。傍晚时分，酒足饭饱的小宝提剑在城中漫步，直到此刻，他才真正确信自己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毫无还手之力、任人买卖的顽童。兜兜转转间，他停在了一家酒楼前，正是30年前他被卖给黑蛇妖的最后落脚处。当年他在这里当杂役，吃客人的剩菜都要挨打，最后竟被作价5两银子卖给了吃人的妖怪。小宝冷笑着大步踏入酒楼，满脸残忍冰冷的笑意吓得路人纷纷避让。他径直走向大厅正中央的桌子，对着那群自称万马帮正在大声喧哗的10几名江湖豪客冷喝道：看够了就给小爷滚！这群仗着老大是城中总瓢把子李虎的莽汉勃然大怒，纷纷拔刀掏暗器。小宝连废话都懒得讲，右臂一挥，一股磅礴的战神之气激荡开来，瞬间将这10几个破口大骂的凡夫俗子轰飞了出去。这份在修仙界不入流的功力，在人间已然是惊世骇俗的宗师手段。小宝大马金刀的落座，叫出了吓得躲在桌底的店小二，命他去叫老板。不多时，一个70多岁吓得脸色惨白的老者颤巍巍的被扶了出来。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年正值壮年的狠毒东家，如今已是半只脚踏进棺材的老朽。少侠，您吃饭免费。老头子这还有点棺材本，
老者哆嗦着求饶。小宝叹了口气，悠悠道出当年自己在此受虐，被卖给恶魔的旧事。老者一听，吓得肝胆俱裂，连哭带嚎的跪求小宝放过他全家。看着这贤将救木的老人，小宝忽然觉得意兴阑珊，若非当年的抛弃，他也没有今日的修仙机缘。他大度的挥手作罢，转身离去。老者如蒙大赦，连夜对调酒楼，带着家眷逃之夭夭。回到客栈后，小宝默默听着师弟妹们汇总来的情报。这群年轻人办事极度利落，不过几日，城中各大势力的底细便被扒了个底朝天，连谁家有几房女人，谁和谁私通，这种八卦都查得清清楚楚。众人还一脸坏笑的私下传阅。20几日后，正值大雨滂沱，小宝带着同门和新收的20几个手下，直奔城西商区的秦义盟。大脚踹飞2扇铁门后，赵潇嚣张地大吼着讨债。不多时，秦义盟门主李老三拎着9环大刀，带着上千名部下，气势汹汹的迎了出来，云摇戏谑的给对方扣上了一顶儿子强抢民女，欺负正气帮部下的帽子，声称今日若不交出儿子，便要灭了秦义盟。此时，秦义盟中一位眼尖的老者骇然变色，指着小宝，众人惊呼：盟主，情况不对！你看他们虽然人少，但这漫天大雨竟淋不湿他们分毫，雨水全在他们身外自行避开，这是内力大成之象啊！李老三却自是人多势众，狂笑着拒绝妥协。小宝朗声断喝，开出条件，只许城西商区的控制权，秦义盟并入正气帮。李老三降级做副帮主，交出财权便可罢休。李老三勃然大怒，挥刀便向小宝劈去。小宝脚踏青云步，身形飘逸优雅，连剑都未出鞘，只凭指尖射出的3道剑气，便将李老三逼得狼狈不堪。李老三大招尽出，内力将竭，眼见单挑不过，恼羞成怒的命令上千手下群起而攻。就在众人即将冲杀上来的一瞬，小宝身后的200多名师弟妹齐刷刷拔出飞剑，双足点地间，200人整齐划一的腾空跃起10米高，剑光闪烁，200道剑气排山倒海般轰下，在门前的青石地上齐整齐地劈出了一道巨大的深沟。全场死寂，哪怕是武林盟主也挡不住这雷霆一击，更何况是200个能挥出10质剑气、身法出神入化的高手同时出手。在这绝对的力量碾压面前，秦义盟上千人的反抗意志瞬间土崩瓦解，胜负已分。打完架，用拳头证明了实力后，小宝带着200多名师弟妹强势进驻秦义盟。面对原帮众仇视的目光，小宝深知必须恩威并施，他大马金刀的坐在主位，朗声抛出承诺，保众人千百年无忧。一个在帮里混了40多年，历经19任帮主更迭的莽汉不服，出言讥讽他口气太大。小宝一眼看穿这汉子外表憨厚，实则狡黠，便有条不紊的掷出3把火。第一，废除修建仓库的计划，以兄弟家眷的住房为先。第二，夺回被咸水帮占领的东街地盘作为新据点。第三，给每人发15两银子，改头换面。从今往后，秦义盟改名正气帮。这一套重诺重利的组合拳，打得那莽汉暗自心惊，连呼小帮主不简单，当场放话，只要能拿下咸水帮，他赵老二就彻底心服口服。次日清晨，扬州城彻底变了天，秦义盟的牌匾换成了正气帮，帮主竟是个双10年华的少年。小宝雷厉风行，亲率大批人马直捣咸水帮老巢，200多名师弟妹齐齐发飙，数百道剑气瞬间将咸水帮大殿轰成废墟。随后的日子，各路武林高手纷纷上门挑战。受限于修仙界凡间禁用法术的铁律，小宝一行人只能单凭剑法和内息应战。面对凡间苦练几十年的顶尖高手，小宝甚至被迫动用了低阶法器才堪堪取胜。尽管不易，但凭着这股势如破竹的冲劲，正气帮硬生生在扬州城啃下了1/12的势力版图。然而他们这般大动作，终于惹来了9华商外门弟子的干涉。夺回东街的当晚，30几个外门弟子神出鬼没的潜入了小宝的房间，领头的中年人仗着祝七七修为，厉声勒令小宝收手滚蛋。小宝却面无惧色，冷笑着搬出自己天人七师傅的名号，硬刚了回去。一番拉扯与心理博弈后，双方把话挑明，小宝等人只求在凡间立足，图些俗世经营，绝不染指外门弟子用凡间物品兑换临时的宗门黑市生意。中年人见他们识趣，态度也软了下来，不仅答应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承诺在凡间武林群起公知的时刻会暗中提供庇护，只要他们别做得太显眼。靠着宗门的暗助和全体师弟妹的浴血奋战，正气帮终于在扬州城站稳了脚跟。然而外患刚平，内忧又起，见识了人间的繁华，云桥、云瑶等一众年轻弟子心生贪恋，吵闹着要出去游玩，想把过去30年错过的凡尘乐趣补回来。小宝顿时铁青了脸，厉声怒喝：玩什么玩？修仙之人怎可如此贪恋凡尘？心智不坚者死，这是恒古不变的真理，你们难道不懂吗？面对众人的错愕与不解，小宝深吸一口气，掷地有声的宣告：我不是带你们来享受凡世繁华的，我们一直都在修仙界，把心思都给我收回来，好好修炼，接下来的发展我心中有数，为了你们，我必须要成功。镇住师弟妹后，小宝的心思早已不在凡间的帮派之争上，夺取凡人财富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第一步，他真正的目标是宗门内一位寿元将近的筑基中期炼丹师，那是他几年前偶遇的一位前辈，对方身家极其丰厚，却因大限将至而性情暴躁，赶走了所有亲信，整日借酒浇愁，无数低阶弟子都在暗中觊觎他的遗产。仙儿姐姐曾说过，将死的修仙者疯狂起来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小宝暗自盘算着，在这残酷的修仙界，为了让这200多个师弟妹活下去，他不在乎打破门规，甚至不介意去做那个引导局势、图谋遗产的坏人。扬州城最豪华的酒楼雅间内，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小宝设下一桌山珍海味，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
就华山那位寿元将近的炼丹师亲越师伯。两人一番虚与委蛇后，小宝道出了真实目的，他想用人间的荣华富贵换取清月的衣钵和丹药，以此庇护手下200多名师弟妹突破修为。然而清月精明且极度自私，他虽看中了这凡间的奢靡，却坦言自己的丹药家底顶多够帮3、4个人筑基，他要求接手正气帮的一切产业，至于剩下那200多人的死活，他根本不屑一顾。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小宝的期冀，若是答应，便违背了他们师兄弟同生共死的初衷；若是不答应，他们便断了修仙的前路。眼看退无可退，小宝眼神一寒，猛地拍而起，怒吼着拒绝了这笔自私的交易。砰的一声，雅间的大门突然被人撞开，3个气质各异的少女押着一个楚楚可怜的绝色女孩闯了进来，其中一个短发如假小子的少女一把掐住那漂亮女孩紫妍的脖子，泼辣的大声叫嚣：既然清月不肯做交易，这丫头卖不出去了，不如直接掐死算了。紫妍泣不成声的柔弱呼救，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点燃了清月那无处安放的大侠情节，他暴跳如雷的冲上前，一把夺过紫妍，紫妍顺势倒在他怀里哭诉，称自己是卖身救族的奴女，若是逃跑，全家必遭官府株连，美人在怀，清月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当即拍着胸脯是要守护她一生。为首的一位温婉少女顺水推舟，笑吟吟的表示已为师伯准备了豪宅与丰厚的聘礼，全当结个善缘。就这样，清月被美色与连环套迷得晕头转向，拉着紫妍欢天喜地去过她的幸福日子了。待清月一走，小宝激动得一蹦3尺高，眼前这3个运筹帷幄的少女，竟是他阔别10几年的儿时玩伴仙儿、小小和小梅。久别重逢，小宝还没来得及叙旧，就被小小一通数落，笑他连到手的筑基机会都舍得放弃。仙儿这才悠悠地道出原委，原来这场色诱奸逼宫的好戏，全是他一手策划。这不仅是为了帮小宝兵不血刃的拿下清月，更是一场对小宝的人性考验。修仙之路步步惊心，一失足成千古恨。阔别10几年，仙儿必须确认现在的小宝是否为了利益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背弃同门的人。如果刚才小宝为了自己和少数人的前途答应了清月，仙儿就会彻底放弃他，从此恩断义绝。听到这番冰冷的解释，小宝如遭雷击，他回想起自己这些年为了不辜负仙儿的期望，拼死修炼，冒死与宗门对抗，连唾手可得的天伦之乐都放弃了，却换来这般残酷的试探。委屈与心痛瞬间决堤，泪水划过他充满灵气的脸庞。小宝形若癫狂地大吼，控诉仙儿怎么可以如此狠心的伤他。面对失控的小宝，仙儿红着眼眶，声音微颤地问：小宝，你会原谅我吗？小宝深吸了一口大气，惨然泪下：我不会原谅你，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怪你。小宝就是心痛死，也绝不去伤仙儿的心。这一句剖白，彻底击碎了所有的防备与理智。3个女孩再也绷不住，与小宝紧紧相拥，4人围在一起放声大哭。在这残酷的修仙界和勾心斗角的人间，这份历经生死与岁月洗礼的儿时情谊，在这一刻重新焕发出了毫无保留的光芒。当晚，正气帮大厅内设下了丰盛的重逢晚宴，假小子打扮的小小和娇柔可爱的小梅看着满桌佳肴，连连惊叹小宝如今创下的偌大家业。一向以智谋自傲的仙儿也不禁感慨万千，他坦言自己这几年在宗门内费尽心机，最多也只拉拢起20几人的小队，且人心涣散。谁能想到小宝这看似傻人有傻福的横冲直撞，竟奇迹般的将200多名性格各异的同门死死拧成了一股绳。听到这番夸奖，小宝红着脸连连摆手，坦言自己只是误打误撞，若非他们及时出现，自己差点因为不懂谈判把家底赔光。酒过3巡，小宝毫无保留的和盘托出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连一直隐藏的法宝相思镯也没有漏掉。提到儿时颇多照顾的冷老大，小小嗤之以鼻，认定名门贵族不过是为了日后争夺资源而在拉拢人心。仙儿也叹息，人心难测，唯有小宝固执的相信冷老大当年是真的把他当兄弟看。话题很快转到了小宝手腕上的相思镯，如今已在锻造之术上颇具火候的小梅一番探查后给出了定论，这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中阶法宝。虽然小宝连炼气初期都没到，根本无法催动他对敌，但这法宝残存的能量却能在他佩戴时自行助他提升1成左右的修炼速度，只要不去强行损耗，在这灵气稀薄的人间支撑个几10年不成问题。闲谈间，3个女孩也让出了各自的底牌，为了在残酷的修仙界立足，她们各有专攻。仙儿主修炼丹，小梅钻研锻造，小小则精通阵法与傀儡。在这波诡云谲的世道，既多不压身，酒酣耳热之际，成竹在胸的仙儿抛出了未来的宏伟蓝图。他将计划分为几步，首先用人间的钱财打点好宗门外围，换取几年的安稳；其次，在扬州城开设大药房，大量低价收购凡人采摘的草药，同时用世俗金银去修仙方式兑换微量灵石，做长远积累。最后，等队伍在清月师伯的指点下实力精进，便带人冒险前往险地采集真正的灵草，由他亲自炼制增气丹，彻底解决200多人的修炼补给问题。听到计划中所有的好材料都要优先供给炼丹，小小和小梅立刻不乐意了，气鼓鼓的抗议起来，吵嚷着自己的阵法和锻造才是未来的绝对主力，要争取资源。看着他们争论不休，小宝却不急不躁，笑呵呵的打起了圆场。你们3位人间女侠都是绝对主力，谁也不用吵，咱们发展势力水到渠成，将来需要什么便做什么，没有绝对的先后，心态安然处之即可。这番老成持重、颇具王者风范的话一出口，大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3个原本还在叽叽喳喳的女孩齐刷刷的停了下来，不约而同的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盯着他。他们忽然意识到，当年那个只会跟在屁股后面哭鼻子的愣头青，如今竟真的在不知不觉中蜕变成了一位能够安抚人心、
统御大局的真正领袖了。在仙儿的运筹帷幄下，清月师伯婚礼前夕，小宝摇身一变，成了扬州城里修桥铺路、悬壶济世的翩翩公子。这番大张旗鼓的伪装行善，加上贴人妻师傅的余威，总算让宗门对他们拉拢修仙者下水的出格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婚礼当日，小宝与云瑶坐在清雅的茶楼上，看着年过100岁的清月像个愣头青般骑马迎亲，小宝心中却满是抑郁。修炼20载，自己连功法第一层都没摸到门道，他惧怕自己将来也落得清月这般只能在凡俗等死的下场。云瑶红着眼眶连连宽慰，发誓哪怕耗尽大家所有的丹药，也要先把大师兄的修为堆上筑基期。两人聊起帮中近况，师弟妹们如今都谢绝凡尘，在深宅中闭门苦修，唯有小宝在外苦撑局面。他坦言人间的武者并不好对付，前几日的比试他甚至输了2场，若不是仙儿借势压人，小小按下黑手干掉几个出头鸟，正气帮早就遭逢哗变了。为了长远之计，小宝暗中克扣了清月的日常开销。这位好面子的师伯为了在娇妻面前维系高人风范，只得拼了老命的帮他们炼制增气丹。小宝一面给足他尊严，一面变卖帮众闲置的家底换取灵草，丹药源源不断的产出，师弟妹们修为突飞猛进，转眼便是4年太平岁月。然而平静之下，这帮胆大包天的年轻人又在密谋干一票大的。他们盯上了一个曾公然辱骂九华山掌门的小宗门长老，哪怕对方是拥有1000年寿元的合体期大能，仙儿和小小也敢虎口拔牙。年关将至，扬州城张灯结彩，大街上一个牛鼻子老道发疯般拦住小小，怒吼着要他交出女儿。只见小小手里正牵着一个被绑缚堵嘴的女孩，面对威胁，小小毫不畏惧的掏出卖身契，嚣张的叫嚷着白纸黑字合法买卖。正当老道暴走之际，小宝率领200多名白衣飘飘的同门如神兵天降，他们一副正气凛然的世家公子做派，反要老道强抢民女，败坏年味。老道心头一凛，他深知这半月是九华山的年节禁忌期，一旦动用法术，便是公然挑衅大宗门，只能强压怒火，辩解这是自己被骗走的女儿。此时仙儿柔弱的站了出来，搬起红脸，柔声细语的劝老道遵守人间的规矩。小小则立刻唱起白脸，泼辣的宣布要把女孩卖进妓院百花园换钱过年。老道听得目眦欲裂，机欲发作。小宝见状，大喝一声，拔出宝剑，200多名师弟妹整齐划一的亮出兵刃，凌厉的剑气瞬间镇住了场面。老道投鼠忌器，只能咬牙认栽。这位要多少钱才能赎人？小小却狡黠的摇摇头，坚称不能坏了跟妓院的约定，非要老道自己去妓院竞价赎人，只气得那当地的老道七窍生烟。大街上，小小得理不饶人，借着契约的由头，嚣张的逼迫牛鼻子老道交出全身财物。老道惊怒交加，立刻明白自己趁着年关来黑市扫货，是被人早有预谋的算计了。他强压怒火，将身后的大袋子丢给小小，暗中却在这丫头身上下了一道极其阴毒的禁制，心想着练气期的小不点绝对逃不出自己的手心。小小不仅接了袋子，还胆大包天的上前搜身，将老道贴身藏着的几个珍贵木盒和法器也一并洗劫，这才像个小盗贼般背着大包溜走。希儿没来得及阻拦，但小宝的轮回眼却将那道狠辣的禁制看得一清二楚。他深知老道随时会发难，当即双眼一转，摆出一副不学无术，只会仗势欺人的公子哥做派，大声呵斥仙儿等人赶紧带着买来的东西滚回府邸。老道正欲催动禁制，手腕却被小宝闪电般握住。小宝自来熟的拽着老道和他女儿，非要去城里最气派的酒楼把酒言欢。酒楼里红灯迷醉，小宝一边对老道的女儿狂抛媚眼，惹得那姿色平平的姑娘芳心暗许，死死缠住亲爹，一边又抛出各种刁钻古怪的修炼难题，对老道死缠烂打，硬生生将这位合体期的高人拖在了酒桌上。另一边，小小刚跑回驻地，双眼一黑便昏死过去。赶回来的仙儿和小梅扒开他的衣袖，只见他双手深绿，嘴唇紫红，这远超炼气期能应付的剧毒禁制，让2个女孩瞬间乱了阵脚。仙儿哭着启动了第2套方案，命50几个弟子背着小小，聚群早早算计在内的后手，正在城中散步的大道期高手吕月师伯。等小宝终于甩掉老道妇女，杀气腾腾的赶回驻地时，映入眼帘的依旧是小小将死的病容。小梅哭诉吕师伯虽然暂时压制了禁制，却趁火打劫，张口就要5/6的宝物，若是给了他们这200多人，往后几十年的修炼资源便断了，注定要死伤大半。求个屁！小宝双眼赤红，抓起装宝物的袋子，发狂般冲了出去，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小宝直接撞碎了院墙，生猛地闯入了吕月所在的厅堂。面对满屋结丹、大道期长辈的错愕，以及同门师兄弟的厉声呵斥，小宝面无悲喜，冷酷到了极点。那份随时会择人而噬的压抑，反而震慑住了这群高人。大厅内瞬间死寂。就在众人以为他要拼命时，小宝却忽然变脸，换上了一副天真烂漫的笑脸，熟络的跟吕月攀谈起来。他看似漫不经心的掂了掂袋子，点破盒子里装的是对低阶弟子至关重要的筑基丹，话里话外暗示长辈不该跟晚辈抢命。吕月皱了皱眉，自恃身份退让了一步，只索要4个盒子。话音刚落，小宝那双湛蓝的眼眸瞬间被泪水淹没，他当着满屋人的面哭得凄凉无比，嘴里却疯狂地喊着感恩。师伯，小宝感谢世界有你，有你在，我们甚至活了下去。小宝真是爱死你了。吕月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连连摆手，只要3个盒子便好。小宝却泪如泉涌，声嘶力竭的控诉：可是师伯，您救了小小，就要拿走买命的药，这等同于害死我们1半人了。只要您高抬贵手，让我们200多个生生死死的师弟妹活下来，这个大恩我们千百年不忘。这句话犹如一把带毒的软刀子，修仙者最怕因果缠身，千百年不忘的恩情，
反过来便是千百年不忘的血海深仇。被一个不要命的小辈如此算计威胁，吕月心头狂跳，烦躁的再次降价，只要2个盒子。见火候已到，小宝立马收起眼泪，大笑着喊仙儿盛上一坛极品灵酒，外加仅剩的1个盒子。还没等吕月反应过来，小宝已将酒和盒子塞到他手里，转头冲院子里大吼一声：“师弟妹们，大过年的还不见过师伯！”200多名师弟妹强憋着笑，齐刷刷跪倒一片，山呼海啸般齐声高喊：“吕师伯过年好！”这一声震天动地的拜年，彻底把活了近1000年的吕月架在了火上。当着众多同门的面，晚辈磕头拜年，长辈若不发红包，在宗门里绝对颜面扫地。吕月憋屈的几欲吐血，只得硬生生将那个装满宝贝的盒子当作压岁钱赏了回去。小宝见好就收，大骂师弟妹们没眼力见，催促他们赶紧扶师伯去救人。200多个小家伙一拥而上，连拉带拽的将欲哭无泪的吕月簇拥进了小小的房间。当晚被敲骨吸髓的吕月气得彻夜未眠，半夜在睡梦中诈尸般冲进小宝的房间，将这诡计多端的混小子狠狠揍了一顿。几日后，众人平安返回九华山，在那片湖光山色中，200多名师弟妹齐刷刷的抱拳，山呼海啸般对着小宝拍马屁。小宝被捧得得意忘形，那副奸笑的欠揍模样，惹得小梅和仙儿连连惊叹他无师自通的谈判与驭人之术。一向自诩绝顶聪明的小小更是崩溃惨叫，愤恨自己堂堂天才，最后竟要靠这个笨家伙展现神武才堪堪保住小命。一路欢声笑语回到逍遥峰山神谷，3个女孩也顺势住了进来。喧闹过后，小宝看着依旧空荡荡的谷内，心中因那个从未露面的便宜师傅泛起一丝失落。他习惯性的在房前木板上坐下，沏了壶大麦茶，想要静享片刻平凡。谁知茶还没喝上口，脑袋就挨了小小结结实实的一拳。紧接着，女孩们的声讨接踵而至，小小气急败坏的骂他放着绝顶灵的不修炼，在药园拔草的仙儿气鼓鼓的痛斥他把珍贵灵草种得像水稻一样密。唯有小梅顶着被蜜蜂蛰出的大包，喜滋滋的宣布接管屋后的蜂蜜和灵气水池。3个女孩七嘴八舌，把小宝劈头盖脸的臭揍了一顿。闹够了，4人并肩坐在房前喝茶，感受着谷内毫无勾心斗角，只有兄弟情深的风，仙儿不禁感慨万千。在这残酷的修仙界，这份儿时延续下来的纯粹坚守显得格外美好。提及未来的打算，咽不下这口恶气的小小挥舞着拳头，发誓要辅修用毒和傀儡术，早晚毒死那个老牛鼻子。小宝笑着指路，让他去向逍遥峰随和的用毒高手水兰师伯请教。至于小梅担忧的人间产业，小宝胸有成竹的表示房产地契在手，30年内那老道绝不敢再来九华山地界触眉头。仙儿对小宝这份胆大敢干的魄力赞赏有加。小梅趁机八卦，笑吟吟的打探有没有师妹对小宝芳心暗许。小宝却撇了撇嘴，坚定的表示，为了大家将来还能聚在一起喝茶，他绝不会在此时动儿女私情，乱了道心。见他偶尔失落，仙儿正色拿出了从老道那里勒索来的5个盒子，开始分赃。合体期修士的底蕴果然惊人，一整盒足足21粒能引发低阶弟子血雨腥风的筑基丹，一件中阶防御道器红霞玉佩分给了小梅，助她静心锻造。一把偷袭成功率极高的高阶冥界飞刀被小小炸毛般死死抱进怀里。至于最后2颗千年灵草、7星连珠和9叶雪莲，仙儿毫不客气的将其扣留，霸道的宣布这是小宝的专属资源，严厉警告他绝不许烂好人的分给师弟妹，否则见死不救。分配完毕，仙儿的眼眶却突然红了，2道泪痕划过他灵动的脸庞，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出声：“笨小宝，这里所有人的修炼速度都比你快，我们几个都炼气后期了，最笨的也到了炼气初期，只有你还一无所成。你知不知道，3生3世后，我最不想失去的就是你啊！”看着他痛哭的模样，小宝心中大痛，他温柔而无奈的笑了笑，向大家许下诺言，自己能借了筑基期修士的寿命已是天大机缘，他只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守护这份相聚的快乐，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不让这份诺言落空，在随后的日子里，3个女孩化身岩尸，脾气火爆的将小宝逼进了小内谷闭关。小小布下聚灵阵眼，小梅用灵石将他的相思灼补充满了足供200年挥霍的能量。安顿好所有师弟妹的丹药后，小宝孤身走入深谷深处，运转起先天神功，带着众人的期盼，沉沉的步入了漫长的闭关苦修之中。10几年苦修弹指而过，步入50年道行的小宝，终于铁树开花，堪堪踏入了炼气初期。法力的质变让他的轮回岩使用时间从15秒延长到了50秒。乐呵呵的他抄起低阶飞剑，在内谷里挥舞的虎虎生风，自以为终于和凡间的绝顶高手一样厉害了。然而当他得意洋洋的出关时，迎接他的却是200多名师弟妹和3个女孩肝肠寸断的痛哭。小宝笑骂着让他们别嚎，云桥却抽泣着道出了残酷的真相。大家都知道小宝吃过长生不老丹，能活到180岁，可耗费足足50年才勉强达到炼气初期，越往后修行越难，这辈子怕是连筑基的边都摸不到了。这10几年间，在仙儿和小梅海量丹药的堆砌以及小小阵法的加持下，师弟妹们已大半成功筑基。他们还在远古丛林寻得了材料，将容貌驻颜在了20-30岁的盛年。这番奇迹惊动了宗门高层的元婴期大修士。查明原委后，宗门赐下了丰厚的奖励，除了给众人换装、派发中阶飞剑，以及赐予3个女孩上品炼丹、傀儡、锻造法器外，宗门还特意看在小宝师傅的面子上，赏了他一滴各大宗派排得上号的至宝至纯金沙。小宝起初还嫌弃这赏赐抠门，却被师弟妹们劈头盖脸的科普了一番。这至纯金沙汇聚天地日月之精华，能让人开窍增智，修炼神速。但它有一个极其苛刻且令人尴尬的触发条件，使用者必须是未破身的童子。在众人充满怀疑和探究的目光中，小宝涨红着脸，
不耐烦的大声宣告自己当然符合条件。仙儿神色古怪的拿出一个小盒，将那粒悬浮的金沙打入了小宝的眉心。霎时间，小宝浑身金光闪耀，白衣飘飘，眉心处多了一枚尊贵的金色圆点，精纯的法力源源不断的涌入经脉，连多年的寒疾都一扫而空，整个人透出一股超凡脱俗的神圣感。然而还没等他细细品味这份脱胎换骨的舒爽，周围的100多个师弟突然齐刷刷的爆发出震天动地的狂笑，他们有的捂着肚子蹲下，有的满地打滚，肆无忌惮的嘲笑着平时满肚子坏水还给清月师伯当过红娘的大师兄，居然真的是个连女孩子手都没牵过的小处男。这番调侃彻底激怒了小宝，他化身一头愤怒的小恶魔，冲进人群，把这帮没良心的筑阶期师弟挨个揍得满天飞。这尴尬的闹剧过了好几天才平息，众人随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中。他们接下来的目标是远古丛林里一只拥有结丹期修为的妖精蛤蟆王者。为了对抗强敌，180名师弟妹开始夜以继日的苦练防御力极强的玄武剑阵。修为低微的小宝帮不上忙，便揽下了后勤的活计。他凭借那副单纯可爱的皮囊，跑去逍遥峰交易会，用极高的回头率将众人的低阶破烂都收一空，赚来的零食全被仙儿收缴，用来购买昂贵的契约卷轴、隔音阵盘以及五鬼搬运之法的阵法材料，倾尽全帮家底。甚至小宝又带人把山神谷周围翻了个底朝天，凑齐了疗伤药后，这支武装到牙齿的队伍浩浩荡荡的踏上了远古丛林的征途。几日后，眉心闪耀着金色圆点的小宝，白衣飘飘地带着200多名师弟妹杀入九华山深处的远古丛林。面对未知的妖兽，小宝一改往日做派，扯着嗓子大骂众人没出息，硬生生把他们对结丹期大妖的恐惧骂成了激昂的战役。在火山口附近，轻功最好的小小引出了一只足有4米大、浑身流转红光的巨型蛤蟆。这妖兽实力已达结丹中期，吐出的火焰弹逼得小小狼狈不堪。小宝果断出手，拼着险象还生，将大蛤蟆引入了包围圈。180名师弟妹迅速结成玄武剑阵，巨大的岩石龟蓄影拔地而起，死死顶住大蛤蟆狂风骤雨般的冲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只蛤蟆似乎会某种诡异的秘术，它明明能轻易破阵，却偏要一波波的炫耀武力，且攻击专门针对阵法中长相帅气的男弟子。几番交锋下来，帅小伙们没受致命伤，脸上却全被破相，长满了恶心的大红痘痘。鬼哭狼嚎的退下阵去找小梅医治。仙儿一边以五鬼搬运法调度人员补位，一边面色古怪的得出了结论：这只大蛤蟆不仅实力强悍，还是个极度帅哥的心理变态。趁着正面战场的牵制，小宝和小小潜入洞穴深处，在火灵气最密集处成功偷走了蛤蟆的内丹。两人冲出洞外，小宝死死攥住内丹，不可一世的大蛤蟆顿时惨叫着满地打滚。最终他在一阵红光中化作一个满脸大红痘痘的小平头少年，跪地连连求饶。仙儿拿出黑色契约卷轴准备封印，那少年眼珠乱转，还想耍花招，却被小宝的轮回眼瞬间识破。小宝毫不手软的紧捏内丹，痛得他死去活来。仙儿趁机施法，卷轴中探出黑色巨手，生生将蛤蟆的一半本命元神强行封印。此后2个月，众人在蛤蟆巢穴安营扎寨养伤。苏醒后的痘痘少年起初宁死不屈，绝望的哭嚎自己苦修数百年只为了变帅，却落得要被人抽血炼药的凄惨下场。受不了他没完没了地大吐苦水，小宝只好以3清祖师和心魔立誓，承诺只要他真心效力，日后定还他自由。见小宝一言求鼎，少年这才换上一副谄媚的嘴脸。他自称毒蜂拥有一门奇特的天赋，舌头能瞬间探出456米隔空取物，而他最大的心愿竟是变帅吃饱，以及洗个几百年没洗过的热水澡。这番恶心的志向，听得刚想报仇的师弟妹们又是一阵狂呕。小宝大方的将内丹还给毒蜂，并承诺日后遇到能变帅的宝物，定优先考虑他。就这样，小宝带着被彻底感动的毒蜂和众师弟妹，浩浩荡荡的向着低阶弟子的药材宝库飞鸟岩进发。幸福是什么？对毒蜂来说，幸福就是200号人吃坏了肚子齐齐狂拉，而他一个人霸占了唯一的茅坑。门外10几个逼得脸色铁青的师弟怒砸茅房，痛骂这只变态蛤蟆不带手指，不讲卫生。被骂急了的毒蜂正愁怎么擦屁股，恰好一只小老鼠贼头贼脑的钻了进来。毒蜂一把捏住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一大一小的眼珠诡异的转着。美丽的小姐，请问你掉毛吗？小老鼠吓得人性化的摇了摇头。下一秒，毒蜂毫不客气的将它按在自己肥大的屁股上，狠狠擦了3下。当他提着大裤衩，举着那只被熏得昏迷呕吐的小老鼠，得意洋洋的冲出茅房时，迎接他的是师弟们暴怒的拳脚。捂着肚子苦笑的小宝正想催大家赶路，李彤却兴奋的认出，毒蜂手里那只惨遭蹂躏的，竟然是专门寻找炼器材料的灵兽双瞳鼠。一听能换灵石，小宝瞬间财迷心窍。他无视4师弟赵萧崩溃抗拒的眼神，以当家做主必须精打细算为由，强行将重任扣在赵萧头上。可怜的赵萧只能捏着鼻子，指挥师弟们将这窝双瞳鼠连窝端了，足足抓了25只。当晚，因为这恶心的一出，毒蜂再次惨遭众人海扁，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为了保命，哭嚎着献上了一个大情报。南边琳达河底遗落着一只万马之王的毒蜂，嫌弃他太脏的众人强压着他下河洗澡。毒蜂下水游了一圈，不仅捞回了那只晶莹剔透的小脚，还顺道毒翻了一河面的肥鱼。这惊人的毒性反倒把立志成为用毒高手的小小乐坏了。那只万马之王的脚不过手指长短，虽不值大钱，仙儿却看出他带有王者之气。林乔将其制成项链挂在小宝脖子上，果然戴上项链的小宝仿佛散发着领头者的威压，全队不仅士气大振，连在树梢间轻功赶路的速度都轻快了许多。一行人势如破竹的抵达了低阶弟子的药材宝库飞鸟岩，看着断臂下肆虐的恐怖罡风，连结丹期修士都要望而却步。然而
此时的毒蜂却大显神威，它化作4米高的癞蛤蟆本体，一条长蛇如闪电般探入深渊，轻描淡写的将悬崖峭壁上的珍稀灵草一卷而空。看着那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的残影，小宝惊出一身冷汗，他这才后怕的意识到，当初若不是瞎猫碰上死老鼠提前捏住了内丹，这蛤蟆一舌头就能要了他们所有人的命。在毒蜂的逆天舌头帮助下，10几天后，小宝的队伍满载而归，200多人每人背着一满筐珍贵草药，在同门们眼红到滴血的注视下，大摇大摆地踏上了归途。因为人多势众，哪怕是元婴期修士也不敢冒着屠杀200同门的罪名对他们下手。几个月后，众人终于回到了山神谷，然而连口热茶都还没来得及喝，小宝儿时的玩伴冷寒竟带着一大帮手下，行色匆匆地找上门来。久别重逢，两方人马会合，冷寒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孤军奋战的大少爷，他凭借世家底蕴，拉起了一支足有1400多号精兵强将的天空团队。看着帅到妖娆的冷老大，小宝红着眼眶扑了上去。兄弟叙旧时，小宝难免有些气馁，他苦笑着坦言自己50多年才勉强练气初期，根本不是修仙的料，甚至半开玩笑的托付起了遗言，求冷寒日后多照顾这帮师弟妹。冷寒听罢勃然大怒，一把摔碎了杯子，指着小宝的鼻子怒吼：我不让你死，你就不许死，长生不老丹没了，我也一定想办法让你活下去。一顿臭骂后，冷寒大拍胸脯，将小宝这支装备贫瘠但极度团结的队伍编入了自己的团队，担任第6小队，专职后勤。安置好小宝后，冷寒与仙儿在驻地漫步，他惊叹于小宝对自己毫无保留的信任。面对一地珍贵草药，小宝竟连半句讨价还价都没有。仙儿悠悠叹息，直言小宝对冷寒当年施舍的恩情深信不疑，这份赤诚连他这般算无一策的人都无法动摇。看着小宝对法宝、丹药乃至生死都安然处置的佛系状态，冷寒深感头疼。为了激发小宝活下去的欲望，两人一番合计，决定从爱情下手。冷寒甚至拍板要找机会把九华山第一美人白妃介绍给小宝，让他尝尝求之不得拼命努力的滋味。这边两人还在为小宝的未来操心，另一边小小和小梅却盯上了冷寒多力的宝贝。深知小宝面对冷老大会无底线让步，仙儿三女决定撇开小宝，亲自上阵砍价。交易大会上，冷寒的算盘总管将飞鸟岩采回的草药清点完毕，数目之巨令所有人暗暗啧舌。冷寒为了照顾小宝的队伍，大手一挥，不仅许诺给仙儿三女顶阶法器，还打算给后勤队每人配发一件上阶法器。手下人刚嫌这笔买卖亏本，一便突生，仙儿突然惨叫一声，竟一把拉过冷寒的手，直接按在了自己雪白喷香的大腿内侧。冷寒瞬间如遭雷击，整个人彻底傻了。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怎么会突然变成咸猪手，急得瀑布汗狂流，百口莫辩。就在他大脑当机的一瞬，3声不要啊少爷同时响起，仙儿依偎在他身旁，声音娇柔缠绵，喊得冷寒半边身子都酥麻了。而小小和小梅则是大着嗓门，满脸惊讶的嚷嚷。不知何时，周围已悄然升起了一个小迷雾阵，外围的部下根本看不清里面的非礼动作，只听见这3声引人遐想的尖叫。小小趁机咋咋呼呼地带起了节奏，这你们都不懂，少爷的意思是不仅送我们法器，这批草药他也是不要的。被迷雾和小梅等人刻意遮挡视线的部下们面面相觑，纷纷抗议老大太过偏心，竟然一见面就白送200多件上阶法器。仙儿则红着脸，吐气如兰的在一旁懂事的表示，做小弟的怎能白拿老大的东西，还是会匀出一小半草药孝敬少爷。感受着指尖残留的余温，冷寒哪还敢辩驳半句，只能强装爽朗的哈哈大笑，硬着头皮认下了这个哑巴亏。最终冷寒当了超级冤大头，以226件中上阶法器的天价，仅换走了小宝队伍一小半的草药。回到房间后，冷寒盯着那只闯祸的手，回想起仙儿的胆大包天，竟忍不住兴奋的直嗅余香，直呼刺激。经此一役，小宝的队伍暴富，仙儿和小梅日以继夜的炼丹锻造。小小据逍遥峰请教水蓝师伯，却因天资太高，被师伯用阵法强行扣下当了关门弟子。毒蜂时不时被冷寒的队伍借去当苦力，而小宝则在海量丹药的堆砌下，被仙儿死死按在山谷里闭关苦修，眼巴巴的盼望着仙儿承诺的那个漂亮女朋友。157年的修仙岁月匆匆而过，小宝终于练到了先天神功第3层，练气后期，但这对于他即将耗尽的寿元而言，无异于穷途末路。小茅屋里，仙儿强忍悲痛，面无表情的为他收拾着行囊，里头塞满了花不完的金锭、珍贵的千年灵草和筑基丹。小梅在一旁早已泣不成声，为了不惊动谷里那200多名师弟妹，小宝故作洒脱的让已经达到御剑期的仙儿二女带他悄悄出山，准备去凡间潇洒的走完最后一程。然而刚出山谷，冷寒便半路杀出，强行将他接到了镇阳峰的天丹堂。在这座药香缭绕的炼丹室里，一向高傲的冷寒眼眶通红，几近崩溃。他一把将个精致的玉瓶塞进小宝怀里，吼道这是用小宝那株千年九叶许莲刚炼成的极品灵丹，只要小宝能借此突破筑基，就能再向天借命60年。与此同时，冷寒苦心安排的九华山第一美人白妃也正在赶来的路上。他深知小宝心如死灰，企图用这世间最绝顶的美好强行唤醒小宝求生的欲望。可是小宝太明白冷寒的苦心了，他虽贪恋那份美好，却更惧怕触手可及后的生离死别。在白妃到达前，小宝忍着撕心裂肺的痛楚，像个被遗弃的孩子般头也不回的逃下了九华山。几个月后，杭州城里多了一位挥金如土的财神爷。小宝穿着九华山最低阶的白衣，一路吃着山珍海味，住着顶级客栈，金元宝随手乱扔，他百战百胜，却唯独不沾惹女人。为了躲避江湖侠女们的狂热倒追，
本着哪有危险去哪的寻死心态，小宝开始四处游荡除害，去小镇捉鬼。他发现那些吓人的冤魂根本破不了自己至纯金沙的神圣防御，反倒被他追出几里一顿暴打。去坟地斗僵尸，他发现传说中的糯米大蒜根本没用，索性抡起拳头，凭着圣战斗法把刚爬出来的僵尸挨个揍飞。直到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他撞见一个筑基后期的魔修正与对民女施暴，小宝一脚踹翻正在吃的火锅，扑上去跟那魔修死缠烂打，从午夜声声磨到正午，最终在官府百姓和暗中高人的相助下，小宝一剑斩杀了妖人。这是小宝第一次杀人。正当他在客栈里平复着心理冲击时，当地百姓又带着厚礼求上门来，请这位大侠去三岔湾消灭一头连吃数船的恶兽。三岔湾水深流急，岸边的树林里此刻正聚集着上千名各派修仙者，吵吵嚷嚷的商讨着如何灭妖封宝。就在众人争执不下时，只见小宝背着把破飞剑，挂着个小水壶，牛气冲天的踩着江水，径直走到了湖面正中心，无视了岸上同门的惊呼警告。这头铁的小子拔出飞剑，照着深不见底的江水就是狠狠一插，轰！水柱冲天而起，一头身长30多米、绿鳞金须的巨龙破水而出。他瞪着比牛还大的双眼，死死盯住小宝，一股磅礴的王者之气瞬间席卷四野，震惊了岸上所有的人。仔细看去，巨龙那堪比金刚的青绿鳞片上，紧紧插着小宝那把连皮都没破开的小破飞剑。面对这等连渡劫期大能都不敢轻举妄动的小九天神龙，小宝却稳如战神附体。他火力全开，爆破拳、双动拳、龙火拳，各种自创绝招不要钱似的砸向龙首。岸边9大派的绝顶高手们眼珠子碎了一地，全被这练气七蝼蚁的疯狂作死震碎了三观。然而一顿操作猛如虎，巨龙却连根毫毛都没伤到。小宝心头拔凉，尴尬的打着哈哈，想跟巨龙拜把子。巨龙眼中闪过一抹人性化的蔑视，张开血盆大口便要将他一口吞噬。危急关头，九华山为了保住宗门颜面，无畏隐世的化神期大能齐齐出手，布下五行大阵，死死困住巨龙。小宝趁机哧溜一下钻进水底，可惜各大派为争抢一宝，纷纷出手，杂乱的攻击反而击碎了五行气罩。巨龙趁乱崩落一身鳞甲，冲天逃遁，闯下弥天大祸的小宝，此刻却没心没肺的潜伏在江底，狂喜的打捞起巨龙掉落的29块珍贵鳞片，直到被九华山的前辈们像拎小鸡一样捉回了镇阳峰。镇阳峰大殿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一位红衣老道怒斥小宝破坏捕龙大计，让九华山颜面扫地，厉声命他下跪领死。小宝却一脸无辜的搬出师傅飞猿，不跪天地君亲师的门规。这番理直气壮的顶撞，竟生生将那身份超然的红衣老道气得狂喷出一口逆血。居中儒雅的掌门听闻飞猿二字，恍然叹息，向小宝道明了他此举给宗门带来的政治危机。得知自己闯了大祸，小宝却出奇的平静。他坦言自己寿元无多，本就一死，且对庇护自己的九华山毫无怨念，甘愿引颈就戮。这份面对生死的洒脱与对宗门的赤诚，深深触动了掌门。他微微一笑，以罚入九世苦难峰，闭关100年为名，实则借机堵住了外宗的嘴，保全了小宝的性命。就在此时，奇迹接连上演，一位渡劫初期的红衣道人跃众而出，竟当场认下小宝这个小师弟。同为飞猿门下，他不忍见师弟凄凉落幕，当众索要了18片龙鳞，无视满殿高层旁若无人的祭出火鼎，为小宝当场炼制了一件顶阶护甲。护甲刚成，冷寒便不顾礼法的冲进大殿，泪流满面的跪求掌门给小宝一条生路。天丹堂的紫衣老道赶紧上前打圆场，笑着塞给小宝一枚用那株9叶雪莲炼制的3转金丹，保他突破筑基，再续60年寿元。那位红衣师兄更是一挥手，将一团绝世珍稀的混沌之气打入小宝腹中。穿着威风凛凛的青龙战甲，吞下金丹与混沌之气，小宝一脸呆萌的跟着冷寒走出了大殿。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掌门与众高层相视苦笑。飞猿门下这股重情重义、极具感染力的特质，竟能让一众绝顶高人纷纷折解，心甘情愿的将绝世重宝倾注在一个资质平庸的将死之辈身上。这等逆天的人格魅力，当真深不可测。刚踏出镇阳大殿，小宝便被眼前的一幕狠狠揪住了心。222个师弟妹整齐的跪在殿外求情，仙儿、小梅、小小三女更是哭成了泪人。然而真正让他窒息般萌生出强烈求生欲的是白飞的出现。这位九华山第一小公主快步跑上前来，娇憨的捶了他一下，气鼓鼓的埋怨小宝上次去凡间当大财主没带上他。他天真的憧憬着江南的流水、塞北的凄美、大草原的风情和辽阔的大海鱼虾。听到这番话，小宝懊悔的直跳脚，连连抱怨冷老大不早点透露风声。看着白飞纯真关切的眼神，小宝缓缓抬起那张满是烟火气的脸庞，双目如炬，一字一顿的立下了刻骨铭心的誓言。白飞，你等我，等我陪你去看遍这世间所有的风景，我一定能行。九华山西南侧，千丈绝巅之上，便是凶名赫赫的九世苦难峰。这片绝地环境极其恶劣，罡风、天雷、烈火、冰霜轮番肆虐。更恐怖的是，这里还会幻化出一个与受罚者实力完全相同的隐形分身，不知疲倦的展开追杀。每当你拼尽全力杀绝分身，一个更强的自己就会立刻重生，周而复始，直到受罚者精神崩溃，力竭而亡。对那些极其看重名誉的修仙者来说，被罚入此地等同于身败名裂。但对小宝而言，面子算个屁，保住命，保住手下200多号人才是真的。得知仙儿已经用8块碎龙鳞换来海量资源，将师弟妹们安顿妥当后，他彻底放下了后顾之忧，在这绝地中开始了无休止的求生。5年过去，小宝片刻未歇，在这超越炼气期极限的绞杀中，渡劫期师兄赠予的18天龙战甲展现出了霸道无匹的防御力。而更让他意外的是，
他终于彻底掌握了相思镯的使用方法。这件奇葩法宝能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法力，但触发条件极其坑爹，他必须无时无刻不在脑海中疯狂思念白飞。于是90苦难峰上出现了前无古人的一幕，一个挨千刀的受罚者，顶着一张痴汉般的脸，一边脑补着绝世美女，一边跟自己死磕，偶尔屁股饿得头晕眼花，脑海里刚闪过红烧肉的画面，法力便瞬间断供，紧接着就被西瓜大的火球砸个正着，炸得满脸黑灰，气得小宝指天大骂这破镯子逼人想美女。然而哪怕有神圣至宝和混沌之气相助，残酷的现实依旧如大山般压下。岁月柔转，179年过去了，小宝的寿元只剩最后半年，他的身体开始变得沉重，机能逐渐衰退。为了完成对白飞的承诺，他像疯了一样接连吞下筑基丹。可是当第8粒筑基丹的药力在体内彻底消散时，奇迹依然没有发生。半年后，大限将至，站在狂风怒号的山崖边，小宝深感苍天不公，他指着灰暗的穹顶，双眼赤红的嘶吼咆哮。他恨透了这贼老天，哪怕只给他最普通的资质，只要能像常人一样有机会前行，他死也无憾。可为什么不管他付出多少血汗，经历多少死劫，最终都要败给这操蛋的命运？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不服，我很不服啊！绝望的怒吼在空旷的峰顶凄厉的回荡。就在小宝最崩溃的时刻，一个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幽冷而诡异的声音在他耳畔突兀的响起：你不想死吗？听到那声幽冷诡异的问话，小宝头皮发炸，猛地回头，却什么也没看见。他当即开启轮回眼，这才看清来者，一个脸色如白纸般惨白的女孩。这女孩头戴麻布小帽，脚踩破烂草鞋，正费力地拖着2道沉重的金刚锁链。让人毛骨悚然的90苦难峰，竟因他的到来瞬间停止了一切天灾攻击。然而这本该恐怖的地狱使者，神情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呆萌与局促。小宝围着他转了2圈，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接引将死之人的鬼差。女孩满脸错愕，她见惯了那些修仙高人在临死前对她痛下杀手，疯狂挣扎，像小宝这般通情达理，甚至觉得她好玩的还是头一个。听着女孩委屈的倾诉自己因为修为低微，常被将死之人毒打，小宝不仅没生敌意，反而对这可怜的鬼差生出了几分同情。得知自己只剩2天寿命，小宝豪气干云地决定不做饿死鬼。他翻出包袱，将那些极品筑基丹、千年灵草以及各种珍贵丹药像吃糖豆一样一股脑全塞进了嘴里。等待大限的时光里，2人竟成了朋友。女孩告诉小宝，她叫冰瑶。当小宝上前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拥抱时，哪怕被小宝身上的道门正气烫得直冒青烟，冰瑶也只是一脸疲惫而满足的道谢。她舍不得小宝去轮回，怕失去这唯一的羁绊，而小宝也不愿喝孟婆汤，因为他死也不想忘掉白飞。就在2人相对感伤之际，冰瑶突然指着小宝惊呼起来。只见小宝浑身散发出阵阵药香，青金光芒不断流转，他竟然没死。原来那海量丹药引发的恐怖能量本该让他爆体而亡，却恰好被他腹内那团神秘的混沌灰气死死挡住。2股力量在体内疯狂交融，因祸得福的帮他冲破了那层坚不可摧的壁垒。紧接着3转金丹的药力爆发，强行打通了他的生机。他不仅没死，还意外突破了筑基初期，硬生生夺回了60年的寿元。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小宝激动得一蹦3尺高，满心以为练到先天神功第4层能觉醒什么逆天天赋，甚至变得俊美无愁。可他胡乱挥了几拳，却尴尬地发现自己依旧是那副18、19岁的模样，轮回也没变强，身体也没觉醒任何神通。看着他失落的模样，冰瑶轻声宽慰，称越是逆天的神功，天赋觉醒需要的境界就越高，此刻没有变化，或许反而是件好事。小宝深以为然，当即盘膝入定，开始巩固筑基期的境界。而冰瑶则抡起沉重的大锁链，像个忠诚的护卫般替他挡下4周重新袭来的火球与冰锥。3天后，小宝在嘈杂的叫骂与哭喊声中缓缓收工。睁眼一看，他险些气晕过去。冰瑶正被自己那200多个师弟妹围在中间群殴，仙儿、小小、小梅和冷寒则在一旁又哭又笑的看着。住手！他是好人！小宝飞身扑上，将泪眼汪汪的冰瑶护在身后。原来师弟妹们以为鬼差是来索命的，一个个叫嚣着，就算下18层地狱也要保住大师兄。解除误会后，气氛顿时尴尬起来。小梅红着脸，赶紧掏出一枚珍贵的幽冥丹作为赔礼，这才哄好了受委屈的冰瑶。得知小宝不仅没死，还成功筑基，师弟妹们喜极而泣，将他高高抛向空中。仙儿笑着告诉他，多亏冷寒在宗门高层周旋，小宝已被暗中赦免，死劫已破，前路烂漫。在冷寒不醉不归的豪情大笑中，众人簇拥着小宝走下90苦难峰。当晚，山神谷里燃起篝火，烤全羊的香气与烈酒的芬芳交织，一帮生死与共的兄弟姐妹彻夜狂欢，直到天明。2天后，山神谷上演了一出3堂会审，小宝被五花大绑在老虎凳上，200多号师弟妹高坐堂上，仙儿则恨铁不成钢地质问他，廉颇大官到了先天神功第4层，为何连个天赋神通都没觉醒？那可是大家对他180年的期盼。小梅也无奈叹息，心疼他浪费了灵宝战甲和万马之王，这些绝世宝物竟都在他突破筑基时化为了飞灰。他劝小宝，不如趁着这白捡的60年寿命，去凡间好好享受凡人苦乐，别再惦记高不可攀的白飞了。唯独小小暴跳如雷，坚信小宝既然能10几年跨入筑基，就一定能再创奇迹。看着大家痛心疾首，小宝赶紧讨饶，抛出了自己的底牌。他并非一无所获，他不仅摸透了相思镯的用法，还将其改良成了上阶法宝。只要脑子里想着白飞，这镯子就能为他提供无限法力。听闻此言，仙儿既惊愕又无奈。为了彻底打消他那不切实际的念头，
仙儿不得不道出残酷的真相，白飞乃是飞升奇侠白起的后裔，未来注定有天界大能助其位列仙班，是无数青年才俊仰望的九天仙子。他们这些默默无闻的底层修士，与他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面对这道令人绝望的鸿沟，小宝罕见的沉默了。平生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如此动心，却被告知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他拍了拍小小的肩膀，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决定。他这祸害定要1000年，但为了师弟妹们的未来，他必须学会放手，不再像护犊子一样将他们护在身后。因为他明白，若继续做温室里的花朵，这帮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能活到结丹期的绝对超不过5个。重拾斗志的小宝溜拿出了内骨。当他与众人来到摩天崖下时，忽然像见了鬼一样瞪大了眼睛，指着崖壁惊呼：“九阳神功奥义！九阴神功，乾坤大挪移！这是咋回事？”一旁的袁乔和云瑶吓了一跳，这摩天崖上的鬼画符，他们看了100多年，只当是前人的胡乱涂鸦。大师兄怎么可能看出神仙功法？小宝却顺着石壁，将崖壁上的晦涩心法流畅的念了出来。云瑶大喜过望，赶忙拿笔抄录，谁知刚一落笔，带神字的功法便引发了天道反噬，纸笔瞬间化为飞灰。云瑶也当场吐血晕死过去，吓得众人手忙脚乱。当晚，众人围在一起商议，小宝让着胆大包天，嚷嚷着横竖是死，非要练这崖壁上的神仙功法。仙儿和小梅却忧心忡忡，最终仙儿拍板，让小宝先去海天峰找连璧师伯请教，摸清这神功和阵法炼气的门道，再做打算。一听要去找连师伯，小宝顿时惨绿了脸，自己刚把人家费尽心血炼制的灵宝战甲给弄成了灰，这会儿哪还有脸去见人？可抗议无效，第二天一早，小宝还是被仙儿提溜上了飞剑，硬着头皮飞向了海天峰，前去拜见那位渡劫初期的大修士。海天峰的会客大厅内，小宝红着脸向连璧师伯说明了自己廉颇大关却毫无天赋神通的窘境。这位渡劫期的大能围着小宝转了好几圈，法眼大开，最终尴尬的表示，有些天赋神通需要特殊契机才会显现，但既然小宝突破时一口气吞噬了18天龙战甲、万马之王和混沌之气这3件绝世重宝，这尚未觉醒的天赋绝对非同小可。连璧准许他们借鉴摩天崖上的炼气与阵法，但严厉警告仙儿等人没有莫大机缘切勿妄动崖上的神功。灵了，连璧忽然想起什么，随口问小宝在筑基成功前脑子里在想什么。小宝涨红了脸，支支吾吾的坦白，为了维持相思灼的法力恢复，他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白飞。堂堂渡劫期大高人连璧听罢，再也绷不住高人风范，当场喷笑出声，为了不失态，竟捂着肚子落荒而逃。仙儿铁青着小脸，揪着小宝的耳朵一路转回山神谷，一顿暴打后将他扔到了摩天崖。小宝帮小小抄录完阵法和炼气术后，便一头扎进了九阳神功的苦修中。在海量丹药、聚灵阵、相思镯和赤纯金沙的多重加持下，他将180年的先天神功修为尽数转化。15年筑基中期，又22年筑基后期，进境可谓神速。这期间，冷寒曾来探望，却因小宝闭关未能得见。冷大嫂看着仙儿，忍不住抱怨岁月催人老，称自己如今看着像26、7岁，死皮赖脸的讨要永葆青春的丹药。仙儿却苦笑着向他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小宝那耗费3大灵宝才觉醒的逆天神通，既不是攻击，也不是防御，而是容颜不老。冷寒当即爆了句粗口，极度的几乎发狂。一想到自己日后变成老头，而小宝永远是那副18、9岁的帅气模样，他便觉得苍天无眼。嫉妒归嫉妒，冷寒还是留下了一枚许灵丹，称是白飞送给小宝助其突破御剑期的。仙儿敏锐的察觉到了异样，白飞乃天之娇女，且早有结丹期的显赫未婚夫，凭什么对小宝亲言有加？而冷大嫂对小宝的投入也远超了念旧情的范畴。面对仙儿的质疑，冷寒神秘的冷笑一声，丢下一句：等你真正见识过小宝那轮回眼的绝世一击，你就会明白一切。30年后，摩天崖上空爆发出一道冲天红光，伴随着震天龙吟，小宝终于突破了御剑期。他脚踏红色飞剑，屹立于9天之上，双手倒背，嘴角挂着不可一世的狂傲笑容，尽情释放着远古洪荒般的霸气。山神谷的200多名师弟妹纷纷御剑升空，激动的山呼万岁。然而这帅不过3秒，已是御剑中后期的小小拔地而起，一拳将还在凹造型的小宝从天上直直砸进了土坑，气急败坏地大骂他乱叫唤，震毁了他成功率仅有2%的传送阵法。狼狈爬出土坑的小宝也顾不上形象了，面对仙儿关于如何收集结丹期材料的提问，他拔出飞剑，两眼放光的发出了土匪般的宣言：去最危险的地方，跟坏人杀上800回合，干掉他，抢光他的一切，杀杀杀！200多个穷凶极恶的师弟妹被瞬间点燃，跟着他们的混世魔王大师兄疯狂咆哮。在随后的日子里，众人疯狂筹备修仙战争物资。小宝一边苦修自动运转的金刚护体神功，一边闲得发慌。得知冷寒找他有事后，这耐不住寂寞的家伙立刻踩着飞剑，兴高采烈地直奔震阳峰而去。震阳峰清源山谷内，冷寒搂着小宝的肩膀，毫不客气地嘲笑他那容颜永驻的败家神通，以及他堂堂御剑期却还在用上接飞剑的穷酸样。小宝不以为意，嬉皮笑脸的表示，只要自家师弟妹们团结，穷点也无妨。两人御剑来到白飞那温暖的宫殿，这位天之娇女正兴致勃勃地向他们展示一个会变身的小木熊。看着她纯真无邪的模样，冷寒不禁苦笑，感叹这500年一次的小轮回之战即将来临，他却还能无忧无虑地玩耍。听到要打仗，白飞满脸自责，嚷嚷着自己要去打坏人，却又怯生生地喊怕。小宝收敛了笑意，一脸认真地看着他，白飞，杀人不是那么简单的，除非心中有无尽的恨或无尽的情，催生出必胜的杀意，
否则实力再强，法器再厉，去了也是送死。冷寒叹了口气，把话题引向了小宝接下来的冒险。得知小宝打算带着队伍去魔怨领土和死亡沼泽这种九死一生的地方，寻找结丹期材料，冷寒没好气的痛批他异想天开。在冷老大看来，修仙之路本就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几千人的队伍最后能剩下几百精英已是万幸。小宝那种想把200人全部拖进结丹期的天真念头，早晚会让他吃大亏。小宝深知修仙之路越到最后越寂寞，他也明白仙儿说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可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他便绝不放开这些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看着小宝决绝的眼神，白飞虽然听不懂其中的残酷，却兴奋的以为打击坏人是个有趣的游戏，撒娇让小宝带文具回来。小宝神采飞扬的大笑氤氲，在微风带来的淡淡离愁中，男孩在心里默默发誓，为了这个世间最美好的女孩，他一定要大干一场，活着突破结丹期，然后向她表白，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几年后，为了尽快突破金刚护体神功，小宝偷偷溜回九世苦难峰，借着天灾的洗礼，将神功硬生生磨到了第4重天。然而玄门正宗的功法越往后越是老牛拉车，忍受不了这龟速的他，暴躁的打道回府。快到山神谷时，一阵熟悉的锁链声响起，小宝坐在树梢上，用轮回眼一眼便揪出了正在跟他玩捉迷藏的鬼差冰瑶。面对冰瑶对作弊的抗议，小宝闭上眼睛，仅凭心中那份清明的直觉，几个起落间竟将冰瑶从一口刻满阵法和宝石的华丽棺材里拽了出来。冰瑶得意的炫耀，这是僵尸始祖留下的绝世宝物，在里面修炼能提速20倍，这可把小宝嫉妒坏了，直呼自己的相思卓家至纯金沙都没这破棺材给力。冰瑶温柔地告诉小宝，自己一直在帮他盯着远山上的几株灵草，随时准备帮他拔回来。小宝心中一暖，却坚决制止了他，他不愿让这个孤独善良的女鬼差为了自己去触犯地府干涉人间的禁忌。他拉着冰瑶在树下坐定，笑呵呵地拖着下巴，像听睡前故事的孩童一般，央求他讲述那些关于古老僵尸一族的传奇。树荫下，冰瑶像个小书先生，摇头晃脑地讲起了僵尸一族的渊源。原来僵尸始祖本是上界一位有情有义的大魔王，因爱妻在战乱中自尽流干了鲜血，他悲愤之下诅咒苍天，硬抗12重神罚成就了天魔之躯。他以血为媒，让天下被迫分离的爱人变成僵尸永远相伴。听着这浪漫又悲壮的传说，小宝竟有些羡慕僵尸被咬一口就能永生。冰瑶却泼了盆冷水，警告他普通僵尸不仅要吸血为生，还会沦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紧接着，冰瑶抛出了一个惊天诱惑，他曾接引过一位在镇妖塔下自尽的僵尸皇者，并因此得到了对方的金色天魔尸丹和一葫芦金血，只要吞下，不仅能立刻拥有万年法力，还能保留独立灵魂，获得永生。他毫不吝啬的想把这等至宝送给小宝。面对这唾手可得的万年法力和无尽寿命，小宝虽然啧舌，却笑嘻嘻的让冰瑶先替他收着，当做自己冲击结丹期失败的保底退路。不到万不得已，他还是想凭着自己的毅力去拼一把，因为只有保持人类的鲜活与温热，他才能怀着满腔爱意去追求那个连烦恼为何物都不懂的白飞。回到山神谷，众人正为接下来的生死历险做着极其缜密的筹备。为了让榆木脑袋的小宝记住各种致命妖兽的习性，负责督导的小小使出了丧心病狂的物理记忆法，他一脸狞笑的张开嘴，狠狠咬在了小宝的手臂上，杀猪般的惨叫瞬间响彻山谷，痛得眼泪直流的小宝当即倒背如流，连喊着这是寒冰天残的毒，必须在20秒内用烈阳之水抢救。事实证明，小小这惨无人道的切身体验法果然奏效，小宝瞬间把资料背得滚瓜烂熟。被咬急了的小宝哪肯吃亏，跑到书房门口，回头对着小小那营养不良的小身板一通群嘲，大肆嘲笑他毫无女人味，胸还没有自己大。小小瞬间抓狂，抄起弯刀遍满山谷，狂追这个口无遮拦的贱嘴大师兄。抱头鼠窜的小宝慌不择路的躲进了一个破草窝，正好撞见了满腹委屈的毒蜂。这只蛤蟆王者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自己被古外弟子当苦力使唤，连饭都吃不饱的悲惨生活，哀求小宝历险时千万别让他去送死。看着这胆小怕事的毒蜂，小宝收起了玩笑，郑重提出要修改契约，他要与毒蜂结成一生只有一次的本命灵兽契约，这意味着主仆将同生共死，小宝若敢残害他，便会全身溃烂，而毒蜂的残缺元神也能借此彻底修复，有望冲击元婴大道。毒蜂大为震惊，他自卑的表示自己只是一只丑陋的癞蛤蟆，怕结成本命契约会给小宝丢脸。小宝却满不在乎的笑道，大家都一样笨，能在一起开开心心比什么都重要。这份跨越物种的真诚与平等，彻底折服了毒蜂，一人一妖当即立下重誓，结成了永恒的本命契约。小宝毫不犹豫的将另一半元神还给了他，并在内谷给他安了家。当然，为了防止这毒物再把一河的鱼毒死分百度，那条清澈的小河是绝对禁止他入内的。小宝悄悄潜回住处，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历险做最后的临阵磨枪。他身负9阳神功，法力深厚，又有金刚护体神功的变态防御，唯独攻击手段烂得令人发指。最基础的御剑术，他瞄准大树，飞剑去轰碎了旁边的巨石。冰瑶在一旁鼓掌看热闹，却引来了负责查岗的小小。小宝吓得赶紧钻进床底，求冰瑶帮忙打发这个母夜叉。冰瑶涉世未深，决定装鬼吓唬人。他隐去手脚，披头散发的飘到小小背后，悠悠的哭诉自己死得好惨。谁知小小面无表情的盯着这女鬼看了一会儿，突然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你那算什么惨？至少你有胸，还那么大。我不活了，你也别活了，比我胸大的都去死吧。伴随着一声疯狂的尖叫，暴走的小小将冰瑶按在地上就是一顿毒打。冰瑶吓得抓紧时机遁回地府，再也不敢冒头。借题发挥的小小冷笑一声，此地无银300两，
直接把藏在床底的小宝揪出来也暴揍了一顿。鼻青脸肿的小宝最终服输，准备妥当后，小宝意气风发的脚踏飞剑，率领215名师弟妹腾空而起。队伍穿过险恶的八达岭，通过传送阵悄然跃入邪魔腹地，停在了一片漆黑的死亡沼泽前。在仙儿的调度和小宝的指挥下，200多人的队伍宛如一台精密的机器轰然运转，毒株、巨鳄、秃鹰接连来袭，全被各小队有条不紊的斩杀化解。他们先是活捉了一头温顺的低阶妖兽铃木牛当向导，毒蜂本想抽了他的元神作伴，被小宝以留着回骨耕地为由无情拒绝。入夜，众人围成一圈，小宝运转九阳神功，化身人形火炉，驱散了沼泽的阴冷，让师弟妹们在这危机四伏的绝地中得以安心入眠。次日清晨，在铃木牛的引路和幻魔蝶的驱让下，队伍深入沼泽，遮天蔽日的毒蜂群被云桥的千重伞死死挡住。4名师妹结阵为他源源不断的输送法力，冲在最前面的小宝手持飞剑，犹如砍瓜切菜般将扑上来的黑狼捅死。这混世魔王一边开路一边耍帅，滑稽的模样让大家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队伍里的每个人都高效运转着，小小和云瑶压阵，小梅居中救治并辨认草药。至于毒蜂，这里简直是他的天堂。长蛇翻飞仙不仅吃饱了毒虫，还帮队伍卷回了无数生在险地，众人够不着的珍稀灵草。不过2天时间，众人便赚得盆满钵满，背篓里塞满了灵草和妖兽材料。小宝累得叫苦连天，仙儿却像个地主婆一样呵斥他继续干活。他盘算得很清楚，趁现在多捞点，等500年一次的正邪大战爆发，他们就带着这批物资龟缩在山神谷里闭关保命，绝不去当炮灰。小宝深以为然，甚至盘算着怎么让那个不负责任的师傅也跟着吃瘪。大丰收的队伍一路前行，穿过一扇残破的青铜古门后，踏入了一座幽蓝而没有穹顶的城堡，这便是外界闻之色变的绝地深蓝。